我不知道大家最常用的聊天软件是什么，微信还是 WhatsApp？ 咚，一个音。我用 WhatsApp， 而且我现在如果有什么新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加微信，特别是在这边认识的中国大陆内地的朋友过来问你有没有微信，我直接跟他说我不用微信。你不用问，我也是，就是有人说要加我微信，我说我用 WhatsApp 比较多。一方面是慢慢把聊天的习惯往 WhatsApp 上面迁移，第二个确实也是用 WhatsApp 比较多。对啊，我经常打开看，而微信一天我不知道，我大概一天就 check 一次吧，1到2次而已。你看在中国的话，我们当时用微信肯定是很多。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的手机里边，微信它空间占据就有30几个 gigabytes 哦，对哦，对吧？那你看它的清理哦，你看它的电力消耗，差不多我不知道多少，但它 number one 一定就是微信。对，一方面它确实很耗电，我不知道它在后台干些什么。然后第二方面，你的使用确实很多，聊天，对吧？然后朋友圈、工作，看公众号的一些，工作是没办法，对不对？你看我们你说你们很多法律的文件，大家也喜欢在上面传。对，我们的律师、外部律师总爱用微信来接。我们同事你看啊，他以前跟客户的工程师，他们居然都跟你用微信，因为微信快嘛，所以那些传那些 code 也用微信，这都是企业 IT 没法管理到的一些空当了。好，付钱啊，对吧？朋友圈，你每天 po 文啦、炫耀啦、谈自己的想法啦，都在微信。还有什么视频啊？还有我很多就是以前法律工作的那种专业的公众号的这个文章，确实要在上面学习一些律师事务所，对，还有国家的机关的公众号，你要在上面学习最新的法律案件什么的嘛。你这个提醒我了，为什么？因为我慢慢发现，搜索引擎这些公开免费的，它已经不垄断资源了，或者说整个 Internet 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东西了。有些东西你只能去微信里搜，去聊天里面搜，其他地方是搜不到的。很奇怪，这个世界变得互融共通以后，慢慢又变成一个分隔，一个单独付钱使用的东西了。OK， 所以这个就是微信，你看就要用这么多，你离不开吧？对，很多人电话也是一个微信就打过来，对啊，就变这样。是啊，但是还有就是支付，还有买电影票，支付啊，还有那个家里面的水电煤账单，到处一个 QR 都是微信嘛，那是很好用。购物它跟京东关联的，对。我发现很多大马人也是喜欢用微信，甚至于他生活在大马，他更喜欢用微信，也有，但这个是少数，也有这样的。那他有些是跟中国有生意啊、有朋友啊在嘛，那到了大马以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都是用 WhatsApp 更多嘛。是的。你一开始就习惯用 WhatsApp 吗？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跟新加坡还有海外的同事用 WhatsApp 比较多。对，我也习惯。我的问题是，就是说你刚开始用 WhatsApp 的时候，你习惯它吗？你觉得 WhatsApp 怎样？我觉得 WhatsApp 不如微信啊，当然不如微信了。它没有那种所谓的社交朋友圈啊，就是纯是聊天的，它的功能太少了。说明那些是有依赖性的，对吧？我一开始也说怎么就这么简单，这么有名的这个软件，别人都抄它的。它就这么简单吗？没有其他功能了吗？有的，但是我跟你说，我用 WhatsApp 还有一个考量，就是每次他都会说你们之间的这个聊天都是加密的啊。对呀，我知道，这个超安心。对的，我知道。那一开始我只是问你用的感受嘛，是不是就感觉功能很少？就是因为搞法律的看到那一句话，你就觉得说我可以在上面聊一些工作的事情。对，因为他告诉你它是 end-to-end encryption，对啊，就说你们中间的过程是加密的。然后每一个端都有私钥的来管理这个安全性，这句话就让人很放心，对吧？是啊。而且你可以把聊天记录都是在本地，没有人会在后台有个备份，也会看着你的。好，那我说为什么用微信呢？它跟大量的国外软件啊，其实从应用层面来看都是一样，就它简洁快速，不会开机一个屏跳很久，开机一个广告或者是一个启动画面跳很久。然后呢，它跟系统深度捆绑，你要电话就直接会连到电话。那个 Call Kit 在微信在苹果上面是不连通的，有时候电话打过来你会接不到的。它的通讯录啊都连到一起，就自然的连接，所以它是深度稳定的好用。OK。而且啊，就是你加了 WhatsApp 以后，你会发现一开始觉得功能这么少，我不能干什么。其实你已经习惯生活在微信上了，你就在想我怎么生活在 WhatsApp 上。慢慢你会发现工具就是个工具嘛，它就只是把工具做好了。打开 WhatsApp 就是检查一下消息。所以你这说的很有道理啊。
你知道让我联想到什么？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就上海的生活城市便利啊。你来到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沙登所谓的乡下，你就会发现说，上海那些所谓的便利其实是创造出来便利，而你在这个沙登这个乡下，你没有这些便利之后，你发现说我也能活得挺不错的。是啊，肯定是这样。好像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跟微信和 WhatsApp 的这个区别一样。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的生活由简到繁嘛，其实都是可以的。我喜欢 WhatsApp，就是喜欢它的简单，所以它也就是一种内卷出来。你看国内的软件，它可以把所有的 buff 都叠加在一款社交软件上面，它让你觉得你离不开它，确实是它做到了。但是其实你回归沟通的本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这个确实跟社会文化是有关系的。在中国，所有的软件，它基本上都在做一个集大成者，不单单体现在像微信啊、支付宝啊这样的软件。我告诉你啊，就像我们以前公司用的专业的软件，比方说 OKR 管理目标的是吧？他发现不够，我把什么任务管理、日历也放进去，还不够，把 HR 管理、什么请假，所以每个软件它原先只做一样东西的，它只做比方说项目管理的，它只做任务的，好，它只做工资的，它每一个都希望把所有的都做了，恨不能把这个 ERP 也都做了，不然好像就拉不到生意。他就说要往大往全，所以做中国，因为人口多啊，你会发现以前有人跟我讲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哪怕是做科技产业，他说在中国做生意只有做大一条路。就是把自己通过做大，然后怎么说消灭市场上的这个竞争者。他会觉得就是说用户的心智带宽是有限的，所以我要不停的抢占你的时间嘛。那讲回来用工具的话呢，我是觉得 WhatsApp 就是简单好用，所以我们聊天就局限于聊天和电话。你也可以拒绝，可以 block 一个人，对，就很简单很方便。我也不会去什么我认识你，我跟你发消息，我还要看到你的朋友圈你是怎样想的，你点赞了哪些视频，我觉得我都不需要这些。是这样，就是习惯了以后就回归 WhatsApp 的简单单纯。是你知道现在微信，我其实用微信很多是看里面视频号，还有就是公众号嘛。它公众号你刚才已经讲了，视频号其实我觉得它就是要跟抖音去 PK 嘛，所以它也是推短视频而竖屏的这一种。所以你想想它，哇塞，真是个航母级别的一个体量的软件啊，太吓人了。你想，它占据了我30个 GB 的空间啊。OK， 如果你买个128G 的，再加上系统几十个 G， 你根本就不够用啊。对啊。但 WhatsApp 它也很省电。如果你看后台的电量消耗啊，还有空间消耗都很省电。你传上去的视频它都压缩到很小，然后你也可以不保留这些图片在上面，所有的对话会很精简嘛，没有大量的这些东西在上面，这是我喜欢用的。当然，你刚讲的加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就感到放心啊，我什么都敢聊啊。就是你看。就是它还有一个状态显示嘛，你说你个 message 过去，人家是不是已经读了？它就那个对勾会变成蓝色嘛？这个是微信目前没有的，当然这个也很新。当然这是微信存心没有的，因为支付宝的这个沟通软件钉钉上面，就阿里的那个是有的，它是不有的。但是一个好听的说法呢，是说马化腾对打扰别人很敏感，说他是个很内向的人，巴拉巴拉。anyway 就是 WhatsApp 对人的打扰，对系统的打扰很少，这是我很喜欢的。安全，所以我觉得我就用这个，慢慢呢，当你习惯了 WhatsApp 以后，又有一个新的效应，就是我们回到节目开头讲，就是摆脱了对微信的依赖。是，我发现微信好慢，然后你又想到后面 everything is watched， 你就是在裸跑对啊，裸奔，对啊，我真的就不想用。再慢慢，你就发现更严重的一个后果，我都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离开中国2年的时间，我就发现跟国内的朋友的话题都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聊不到一起。我还想再说一下，聊不到一起，就是你刚刚说裸奔这个过程，我觉得很非常亲身真实的例子。我以前的同事，他就在朋友圈里面转发了一些这个跟疫情相唱反调的文章，结果他就被警察邀去喝茶，而且喝了不止一次。我们还有朋友，身边的朋友，他在这个群聊里面，可能就讲了某一些被这个国内封禁的这个人士的名字，然后他就被微信禁用7天。你肯定是不行的，5人以上的群都是。就是我不知道是后面微信的人在 monitor 他们的这个群聊内容，还是他们群聊里面的有人去举报了他，都有可能的，因为现在都是自动。这个是我听说被封禁的，还有更严重的，我有朋友他的号直接就被消掉了，这也是很正常的，这也是国家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幸福的获得感要把不和谐的声音给去掉，只保留正能量，对吧？这个我们肯定是要点赞的。
点你个头。OK， 那我就慢慢发现跟大家也没有太多的话聊了，因为原先在微信找你的工作啊，然后朋友间有的没的什么这种节日的祝福啊，也都没有了呀。也没有人跟我们发了。You are excluded。只有保险公司、银行有时候跟我发一下生日快乐，就很简单了。所以我对微信就慢慢从祛魅开始，然后呢再到剥离，而且我们俩年初都做了。你从去年开始，哇，我今年年头，你今年年头，我过了没几个月我也开始，我们都做了一个事情，对吧？关闭朋友圈，既不看也不发。对，真的是不看不发了。从朋友圈这个功能把它关掉，然后自己也把它关掉，以后你看不到别人，也不会去点开看，对吧？我觉得这是我故意想要远离以前生活圈子的一个主动的选择，我一点都不后悔。而且我觉得关闭朋友圈之后，我很开心，我很享受这种在跟以前朋友失联的这种状态，因为惦记我的人自然还是会频繁的给我发消息，至于没有联系的人，那就人走茶凉，挺好的，这是一个自然状态。我也不需要向他们去证明什么，去晒什么，我是不是过得好，我是不是这一步 move 是正确和对，我自己心里知道就可以了。对，不需要展示。我觉得朋友圈已经不像是一个朋友圈了，有一点，对吧？你不以前不一直说吗？缺啥就晒啥。对，还有就是大家生意上的或者电商啊，这个很多。当然我们现在自己也在做电商啊，类似吧。那我们还是比起以前那种做电商、微商的朋友们，一天要发10几20条，那个要克制很多。还有就是大家也未必会发一些内心的所思所想。你看，当发生一些真正需要大家发生的、值得社会关注的事情，大家都集体晋升。我觉得那朋友圈有啥好看？我的朋友圈小，因为我都是筛选过的，跟我三观一致的，我的这些点赞还是有人转发，我很开心。OK， 那 OK， 所以这个就是结果吧。当然，两个软件都是很优秀的、很可靠的，功能上很可靠、使用的两个软件嘛，用什么本身没有大问题。我就想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反而喜欢这些简单的沟通就好了。但是要补充说，每一次回国探亲的话，我们还是得用微信，因为 WhatsApp 在中国是封的，很难连，很难连。对，哪怕是 VPN 都是很难连，就是，所以怎么说呢？无奈的选择喽。